这是你写的吧？是。你念一下。我怀着12分的愧疚与懊悔，写下这份检讨书。为了那片土地上的30来户人家，我不得不答应董事长的代持要求。汪总发现之后，一直苦口婆心的劝我，明明白白的做事，敞敞亮亮的做人，于公于私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能再替董事长隐瞒下去。代持没有书面协议，只是一个口头承诺，持有的天字号股份，包括我和我舅舅的，全归董事长所有。口头协议啊？那怎么知道不是你编的？这种不见光的协议，肯定不会留下书面证据。不是真的。各位，安静一下。虽然没有书面协议，但是我们有证人。集团保安部经理亲耳听到董事长和夏明的交易，他现在就在楼下待命，我马上就让他上来。确实，这个证人确实听到了董事长说要跟我做个交易，也是他去向汪总报告，汪总才发现了郊区那块地，然后汪总把那块地和全员持股计划结合在一起，得出了董事长找我代持的结论。逻辑上很合理。如果我不是当事人，我也会相信。你什么意思？汪总，你真的很厉害，直接把董事长送去喝茶了。趁着董事长无法活动期间，控制了舆论，让集团的领导班子和董事会都和你站在一起。如果你就停在这一步，今天的股东大会上，董事长很有可能被罢免。毕竟代持这种损害集团利益的事情，各位股东肯定是宁可信其有的。不过你太想赢了，你着急了，你太想赶紧把这事情做成铁证，让董事长翻不了身。你先去拉拢苏晓，失败之后又找上了我，以董事会的名义来审问我，却又在私底下向我承诺，如果我帮你当上董事长，你就会拨离天科，51%的股份归我，49%归你，由我帮你代持。汪总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意思啊？到底谁要代持啊？他这不是诬陷吗？不是，你们大家都想一想，董事长故意隐瞒郊区土地，再搞一个天字号全员持股计划，将股权转给他和他的舅舅，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，不是我编造的。要不是我及时发现，这件事都成了。当时剥离天科的程序已经启动，郊区那块地也只有我和苏晓还有董事长3个人知道。如果董事长真的想通过代持来获取利益的话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剥离天科就好？又何必搞一个全员持股计划？49%和5%，这道选择题，正常人都会做吧？哎，说得很好。既然正常人都能做，难道你不是正常人？你刚才说我答应你，将来剥离天科51%的股权归你，那你为什么不选啊？51%和0%之间的选择题，正常人也会做吧？你看到郊区那块地，但没有看到地上那些人。你看到全员持股计划的持股2个字，但没看到全员2个字。汪明宇，你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人了。
只能看到利益。汪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？你找我谈话那一天，房间里除了你和我，还有一部 DV。你记得没错，你当时确实给关了。只不过现在是个万物互联的时代。我手机里装着万能遥控器，看来汪总事后没有检查录像。你想让我帮你当上董事长？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只需要让保安部把 DV 送上来，就能知道汪总究竟有没有向我承诺，等他当上董事长，就会剥离天科。胡说，那是骗你的，我怎么可？万能遥控器，我今天早上才装的。汪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汪总，你是不是对董事长有什么误会啊？误会什么呀？当初集团整改的时候，我怕他为难，我主动就出来了，创办了天成。他是不是应该从心里记着我的好？现在天字号合并，他问都没问我，就让夏明当总经理，在他心里，我就不明白我到底是什么。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。我记得许峰跟我说过，说我只是董事长手里的一把刀。当时我也产生过疑惑，后来我和董事长一起共事时，我才慢慢明白，董事长，他就是个舵手，他的眼睛只看向正确的方向。作为下属，我需要做的就是紧跟他的步伐，要不然就会被甩下。不只是你，不只是我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天字号全员持股方案是集团的副总经济师苏晓提交的。当时他给我这个的时候，我很生气。我告诉他，我给你发工资不是让你来革我的命。他当时回答我一句话，说集团是一个命运共同体。我当时愣了。一直以来，我们盈海很赚钱，我相信以后还会继续赚钱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我们应该还有些什么？责任，社会责任。我们不能光想着自己赚钱，我们要回头看看我们的员工，他们有没有跟上。盈海，胜利的大海。一个人的胜利，一群人的胜利，都不叫盈海，所有人的胜利才叫盈海。
就是要把我们剥光了，放到市场让大家看。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银海？一个员工跟股东命运共同体的银海，一个共同致富的银海，还是一个只注重股东利益的银海？这个交给你们来决定。你就不担心天字号全员持股方案不通过吗？有一句老话是怎么说的？说世界上有2件事情最难，一个是要从别人口袋里掏出钱，第二个是要把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。所以撼动不了1次，那就再来第2次。你和董事长之间到底有没有交易？有啊。那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可以把那些人留下来，但是条件是，你来做天字号的总经理。这是你欠天字号的，也是我欠天字号的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原来以前是我狭隘。郊区那块地，我不该瞒着你们，但当时很担心，你们对夏明有看法，还有地上住着那群人，也不好安排。在没有想到办法之前，我想先拖着，这是我的不对。你觉得现在说这些还有意思吗？意思是没有了，但是我们毕竟是几10年的老哥们儿，事情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得给你一个说法。你欠的只是一个说法吗？水泥事件之后，你就一直对我有意见，你有意见你发出来啊！你隐而不发，一步一步钝道的割肉。先是削了物资采购权，然后合并天字号，最后连夏明都要跟我平级呀！你光看见我收拾你了，你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吗？汪明宇，
你背后搞了多少小动作，你不清楚吗？汪明宇，天字号被搞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你没有责任吗？从你利用自己手上物资采购权盘剥天字号开始，我就在不停地敲打你，你觉悟过吗？你非但没有觉悟，而且变本加厉，越走越远。你让我怎么办？行了，废话不用多说，股东大会上见。董事长，我不在这几天，天字号合并的事儿推进到什么程度了？这几天停了一下，大家都很担心。担心什么呀？现在没事了，赶紧去忙吧，好好工作。天塌下来，天字号合并的事儿都不能停，后面还要跟着 IPO， 一步都不能差。那股东大会没事儿，我当了几十年董事长了，这种情况遇到的多了，快忙去吧。嗯，好的好的。那请刘董方便的时候再联系我们。嗯，好嘞，嗯。联系一下李大为。是。嗨，赵董。何先生一直不接电话。前段时间先生在打猎的时候受了一点伤，一直在静养。有事您可以直接跟我讲。关于明天的股东大会，我想跟他交流一些看法。这件事先生跟我提起过，他认为股东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，股东也有权利联合起来，来捍卫自己的利益。明白了，请转告何先生，祝他早日康复。好，谢谢。太晚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Sorry 啊。董事长，我相信你能赢，我会支持你。